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2度发声，怒问谁来守住明星子女的最后隐私？当闪光灯对准孩子纯真的脸庞，我们在捍卫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这或许是赵丽颖2次公开发声背后最深的叩问。9月和11月，这位顶流女星2度恳请媒体不要将镜头对准未成年人，却依然挡不住狗仔队的长焦镜头。在这场看似普通的明星维权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对儿童隐私权的集体反思。明星子女，生来就失去隐私的孩子。赵丽颖的儿子不过是个学龄前儿童，却已经历了大多数孩子不会面对的困扰。第一次被拍到时，母子牵手过马路的温馨画面成了热搜话题。第2次前往儿童剧院，本应安静的亲子时光又被镜头打扰。这些画面看似寻常，实则暗藏危机。每个被公开的细节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素材，每张被传播的照片都在透支孩子的安全感。更为残酷的是，这种现象并非个案。从王菲女儿李嫣的纯恶劣被过度讨论，到贾乃亮女儿甜心被全网云养娃，明星子女往往在懵懂无知时就被迫成为公众话题。他们的成长轨迹被放大审视，普通孩子应有的试错空间被压缩殆尽。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星2代的萌态时，是否想过这些关注可能正在扭曲他们的童年？维权困境，母亲的手挡不住镜头的窥探。赵丽颖的2次发声姿态极低，用恳请而非谴责，以母亲而非明星身份诉求，却依然收效甚微。这反映出当前娱乐生态中的深层矛盾。一方面，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另一方面，流量至上的媒体伦理让部分从业者选择性地忽视了这条红线。令人忧虑的是，这种越界行为往往披着公众知情权的外衣。部分网友认为明星选择曝光就该承受代价，却刻意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更不该为父母职业的特殊性付出隐私代价。当法律条文遭遇执行乏力，当道德呼吁不敌流量诱惑，明星家庭的维权就陷入了越呼吁越被拍的怪圈。破局之道，需要全社会共建防护网。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靠明星个体的孤军奋战，首先需要平台方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偷拍内容建立快速下架机制。其次，媒体从业者应当重温职业伦理，将不拍摄未成年人列为不可触碰的红线。最重要的是，作为内容消费者的我们，要拒绝点击、传播这类侵权内容。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中写道：“所有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保护儿童隐私权不只是保护某个明星子女，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社会底线。当下次再看到星2代的偷拍照时，或许我们可以多想一步：如果那是我的孩子，我还会转发吗？孩子的童年不该活在镜头阴影下，他们的成长需要全社会共同撑起保护伞。从拒绝消费侵权内容开始，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不被围观的权利，这或许是我们能给下一代最珍贵的礼物。赵丽颖连续2次发声，语气罕见的坚定、直接，甚至带着几分压抑不住的愤怒。这不是关于作品的宣发，也不是回应谣言，而是为了一个更沉重、更敏感的议题：明星子女的隐私权。他的那句"谁来守住他们最后的隐私"，不仅击中了公众舆论的要害，也让无数父母瞬间共鸣。因为孩子无辜，他们不该成为任何关注、流量、偷拍、窥视的对象。赵丽颖的反应之所以引发巨大讨论，是因为事件背后隐藏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偶尔被拍。在这个手机无处不在、信息传播极快的时代，孩子的面容、位置、作息、就读学校，甚至身边的亲属关系，都可能因为一次偷拍、一张模糊的照片，而在网上被无限放大、转发、议论。
看似无伤大雅的围观，可能带来无法预估的隐患，人肉搜索、恶意传播、舆论攻击、绑架风险、校园骚扰，这些都是现实存在并且真正发生过的危险。更何况，赵丽颖是一个对私生活极度低调的公众人物，她向来不消费家庭，不利用孩子蹭热度，也从未主动曝光任何与孩子相关的内容。她保持沉默，是因为她始终相信私人生活必须有边界。如今却不得不连续2次发生，足以说明问题已经到了她无法再忍受的程度。这不是一个明星在发脾气，而是一位母亲在捍卫作为母亲最基本的权利。事实上，娱乐圈不少明星都曾面对类似的困境，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息事宁人，但赵丽颖选择站出来，是因为她深知沉默只会助长不尊重、讹传与窥视心理，只有明确发声，才能让侵犯隐私被重新正视。她作为公众人物，也许习惯了承受镁光灯，但孩子永远没有义务被迫暴露在聚光灯下。她的愤怒更多的是母性的本能与责任感。从另一个角度看，赵丽颖的2度发声，也是在提醒整个行业，舆论边界必须被重建。明星可以被讨论，但孩子不该被消费；公众可以关注，但不该越界到侵害。媒体作为传播者，更应该承担责任，而不是带着相机躲在车旁树后，偷拍孩子的日常。当拍娃成为获取流量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违法行为被看待时，娱乐生态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然而，事情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公众的态度。在网络时代，人们习惯了围观、讨论，甚至转发，不知不觉中也成为了推高隐私泄露风险的一环。很多人点开照片只是出于好奇，没有恶意，但请记住，偷拍之所以能流通，是因为有人愿意看；孩子之所以被曝光，是因为有人愿意传播。每一次转发都是对孩子隐私的再次消耗，每一次围观都是对孩子安全的一次潜在威胁。赵丽颖的发声不是要求公众给她特权，而是提醒所有人，尊重隐私是每一个文明社会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不管是明星的孩子，还是普通人的孩子，他们都拥有同样的权利，被保护，而不是被注视；被关怀，而不是被利用。在法律层面，未成年人隐私保护本就是明文规定的底线，但在执行上却常常被模糊，尤其是涉及公众人物的时候。赵丽颖这次的公开反击，某种意义上也是推动行业与平台反思的力量。舆论的边界应该更加明确，平台的审核应该更加严格，媒体的职业操守也必须被重提。赵丽颖作为一位母亲，她所坚持的不只是自己的孩子，而是所有不该被侵犯的孩子。她用自己的影响力告诉大家，孩子不是噱头，也不是标签，他们没有义务承受成年人制造的关注和风险。她的发声看似是一次声明，实际上是一次提醒，一次警告，一次唤醒。最后，也想借赵丽颖的这2次呼吁，对全网所有人说几句。请记住，孩子的安全比流量重要，孩子的隐私比八卦重要，孩子的权利比你的好奇心重要得多。请不要再用只是看看又不会怎样来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无论他是不是明星的孩子。愿未来当再次有人举起镜头时，能先想一想，这张照片会不会伤害一个无辜的孩子。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孩子隐私的守护者，而不是加害者。也愿赵丽颖的这2次发声，成为改善行业环境的一次力量。孩子需要的不是关注，而是保护。愿所有未成年都能在远离镜头的地方，平静而自由地长大。发布会惊呆全场，王一博顶着大妈头现身，满脸肿却仍坚持工作。王一博站在《探索心境》第2季首映礼的舞台上，与往常判若两人。他身穿绿色休闲卫衣、黑色牛仔裤和运动鞋，
顶着一头被网友调侃为大妈头的蓬松发型，面部略显肿胀，连老板杜画发言时也低头叩首。这一幕与记忆中那个身着银色亮面高定西装、侧分油头、气场全开的红毯形象形成鲜明对比。金鹰奖颁奖典礼上，他的造型话题阅读量破8亿，生图被疯传为内娱红毯天花板。而如今，面对这样的形象反差，网友却纷纷表示，这种真实感反而更圈粉。双引号，接地气。在这场备受关注的发布会上，王一博的造型确实与往常大相径庭。棕色头发比平时长，头顶烫得蓬松，两侧头发堆在耳后，刘海长到盖过眉毛，从侧面看头宽了一圈。有网友调侃，趁这与妈妈被爱烫的大妈头无异。她的面部状态也失去了平日的精致感，苹果肌看起来饱满，像是水肿，脸蛋上的肉有些下垂，眼周带着淡青色。然而，这种不完美反而展现出了一种真实感。与那些时刻保持完美形象的明星不同，王一博敢于展示自己普通的一面。他不仅在造型上放松自然，在行为举止上也同样如此。当杜画发言时，王一博低头走神，右手食指和中指不停互相抠。这种不经意的小动作，反而让观众看到了一个真实、不刻意经营形象的王一博。慢热。王一博的性格其实一直以慢热著称。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他话不多，与汪涵、大张伟等能说会道的主持人形成鲜明对比。但这种内向反而成了他的特色。有观众发现，王一博在熟悉的环境和人群面前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在电影热烈片场，他被一群喜剧人包围，整个人变得活泼开朗，笑得眼角的褶子都起来了，完全抛开了偶像包袱。这种反差在他参与综艺节目时尤为明显。他可以不顾形象大跳女团舞，也可以学马叫、掉鞋子，完全没有顶流偶像的架子。这种真实不做作的性格特质，反而成为他最吸引人的地方。粉丝口中的纸老虎一碰就害羞等调侃，正是对他亲民一面的最好注解。转型。王一博并非只靠外貌和人设维持热度，他的舞蹈实力在这就是街舞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素颜状态下的棱角分明与自信眼神，一度被粉丝称为内娱 Alpha 男代表。2020年，他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以专业且炸裂的表演，用实力再次圈粉全网。他的舞蹈视频被粉丝称为爱情开始的地方，有人调侃他膝盖里装了个万向轮。在影视方面，王一博也展现出强烈的转型意愿。他接拍《维和防暴队》时，为符合角色形象，加强健身并剪短头发，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外形特征。这种为角色付出的态度，显示了他从偶像派向实力派转型的决心。多元形象。王一博的形象多变并非偶然。在时尚领域，他堪称典范，自带清冽淡然的气质，将贵公子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外媒曾评价其为东方贵族气质的最佳诠释。无论是高定礼服还是日常穿搭，他都展现出极强的可塑性和时尚表现力。而当镜头转向生活场景时，王一博立刻褪去光环，露出真实可爱的一面。在《天天向上》等节目中，他就像回到家的孩子般放松自在。这种反差萌拉近了他与粉丝的距离，也让人们看到了明星光环背后更接地气的一面。争议。面对外界对他形象的质疑，王一博很少直接回应，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当他的寸头造型被吐槽土气时，事实是他为拍摄《维和防暴队》特意剪短头发并增肌。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025年巴黎时装周上，当时他因脸部浮肿，黑眼圈明显被推上热搜。有网友解释称这是超负荷工作导致的状态不佳，而非所谓的颜值崩塌。王一博对待负面舆论的方式是不理睬，专注于做好演员的本职工作。他曾表示，每一步攀登都算数，
这句话似乎也是他面对争议时的态度写照。真诚。在探索心境第2季首映礼上，有媒体问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他回答：想找个时间好好钓次鱼，最好能钓到大鱼。这种毫不做作的回答反而赢得了观众的好感。王一博的真实也体现在他不迎合他人的特点上。在《天天向上》的一次录制中，当被问及最喜欢歌手中的哪位歌手时，他没有顺从观众呼喊的答案，而是坦诚说出了自己真正的喜好。这种坚持自我、不随波逐流的态度，恰恰是他在娱乐圈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布会现场的那一刻，确实让不少人愣住了。王一博顶着被网友调侃成大妈头的发型，脸部因为疲惫而显得有些肿胀，眼睛也不像往常那样明亮有神。如果是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可能会误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年轻人刚结束连夜加班。但对于一路见证过他的粉丝来说，这种状态反而比任何精修图都更真实，更让人心里一紧。因为你知道，当一个艺人愿意以这样的状态走向镁光灯，他不是不在意形象，而是更在意自己的责任。很多人不知道，为了探索心境2，王一博这几个月一直在极限环境之间来回穿梭，攀岩倒挂、翼装飞行、高空作业，长时间的户外拍摄，每一项都是对身体与精神的消耗。他的脸之所以肿，那不是因为休息太好，而是因为休息太少。发型之所以凌乱，也不是不修边幅，而是刚从工作现场赶回城市，还没来得及好好整理就进入发布会流程。他不是不能以更光鲜的姿态出现，而是时间根本不给他机会。他选择的是把工作排在第一位，把完美留到最后。这一点在发布会上表现得尤其赤裸。他在台上的仪态显得有些拘谨，不说话时低头扣着自己的手指，老板发言时他几乎全程都是沉默的。有人解读成状态不好不自信，但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长期疲劳累积后的本能反应。当你短时间内从高强度挑战切换到正式场合，身体和精神还处在重启模式，沉默不是没话说，而是暂时还没来得及切换频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真实状态反而让探索心境2的背后故事浮上水面。那些看起来开挂式的动作，那些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挑战，那些一次又一次突破极限的画面，在播出时可能只有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但背后是上百次的重复训练、失败、坚持、冒险，甚至是一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身体代价。王一博从不喊累，因为他把所有的消耗都藏在镜头后，把所有的坚持都呈现在镜头前。他的沉默是一种专注，他的疲惫是一种证明。而这一次发布会之所以引起讨论，其实不是因为他不够完美，而是因为他太真实。娱乐圈里，许多艺人会在镜头前尽可能维持最好的一面，但王一博选择让大家看到他也会累，也会肿，也会不在状态。这不是松懈，而是一种勇气。他愿意让大家看到一个正在拼命工作的他，而不是一个只活在滤镜里的形象。在讨论他状态的同时，也有不少网友心疼地说，他到底是忙到什么程度，连外形管理都来不及。但或许换个角度看，他愿意以这样的状态出现，其实也是一种职业态度的体现。节目要上线，宣传要做，团队要跟上，流程要推进，他不能因为自己想休息就让整个项目停下来。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也尊重每一位参与者的付出。这就是王一博，永远用行动说话，用坚持证明，用沉默回应所有质疑的人。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恰恰是他最真实，也最打动人的地方。而在所有讨论与解读之后，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一个艺人愿意在不完美的状态下依然站在大家面前，那是一种对职业的尊重，也是对粉丝的信任。他不把自己当成神，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认真工作的人。他的光芒从来不是靠滤镜，
而是靠努力。写到这里，也想对每一位看到这个故事的观众说，别只看到他脸肿、发型乱的那一刻，更要看到他身后极限挑战的坚持，工作间隙的奔跑，疲惫中的继续向前。每一次不完美的出现，其实都代表着他又努力了一段时间，又突破了一个界限，又坚持住了一个别人想象不到的过程。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结果，而他经历的远比结果更艰辛，也更耀眼。未来的路还长，希望所有喜欢王一博的人都能用更温柔、更坚定的视角去看待他，因为他已经用行动告诉我们，所谓的光芒不是在台上，而是在台下；不是在完美，而是在真实；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坚持。一博不需要用语言解释自己，他的行动早已是最响亮的回答。愿你在看他的同时，也能从他身上看到一种力量。努力的人不需要完美的登场，只需要坚定的前行。愿每个正在努力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也愿王一博在挑战世界的同时，也能被世界善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